今天的海边，你看这个人啊，基本上都没什么人了。朋友们，大家好啊！今天是2025年的10月5号，星期天啊。那么今天呢，应该也是中秋节吗？我不知道，有可能是吧。最近呢，因为我感冒了感冒了差不多有1个星期，所以呢就没有怎么样做视频。然后呢，我们基本上每天也泡在这个儿童社区啊，我们这边新建了一个儿童的社区，因为孩子呢就不同国家不同种，Hi，Good morning。不同国家不同种族的孩子呢，他们在这个新建的社区这边呢，他们可以玩耍啊。虽然都是1岁2岁的这种孩子，但是呢，我觉得也是他们啊，就好像互相去探索去交往，就是人和人的这种感觉吧所以我是觉得挺好的。这个园区呢，它本来应该是4个月还3个月以前就应该好了，但是呢，从政府发的新闻上来看因为他们这个儿童的安全的问题，所以他们又就是延期进行检查什么的，所以最后就延迟了几个月但是呢，整体感觉还是不错的因为他们地上都是铺的沙子，然后也是在海边，所以还是非常不错的吧那么今天这个视频呢，主要就还债吧讲一下就是之前对于旅居泰国，我呢做的一些功课还有一些分析因为泰国这个地方其实前前后后吧，大概应该也去了有几十次是有的从之前最早的去泰国的旅行，然后去泰国的一些拍摄的工作这种什么时尚的拍摄商业的拍摄还有那个一些旅拍，然后就是随着工作以后呢，慢慢的这种自己再去那种比较深入的度假就一去个2、3周，或者住个1、2个月的这种所以泰国呢，从曼谷华欣还有就是什么清迈清莱还有潘武里什么大城这些很多城市吧，我也具体我也记不得了反正就好多城市。那么我们也算是比较深入的了解的所以呢，今天这个呢就讲一讲我对那些就是在旅居泰国就我们会选择住在哪些城市，然后各自他们的一些优点和缺点还有就是一些国际学校，这些国际学校我们怎么看就站在同样我们现在是有孩子的这样的一个角度上，怎么来选择这些学校首先呢，我们先讲一下这个曼谷。曼谷呢，其实每一次去泰国住在曼谷的次数也是不少的一个呢是它那边是一个就是中心吧，就你要去很多城市，你肯定要在那里去转虽然也有很多直飞，你像什么普吉岛还有像那个那个叫什么岛，苏梅岛它都有直飞，但是呢，就先去曼谷呢，就不失为一个好的选择，对吧？你可以先到那边，先吃玩玩然后慢慢看行程。除非就是你只打算去普吉岛和苏梅岛，就是在那个地方过几天，然后你就走，对吧？所以在曼谷呢，我们一般是住在一个金融区就是什么使馆区，反正那边就是又是有金融又是有很多使馆。那个地方呢，一个就是
它的治安比较好，一个呢它的环境呢相对比较好，周围反正各国美食啊也是很好的啊。我记得那边有一个酒店叫什么，好像是豪华精选吧。然后在另外一片啊，那边还有一个曼谷的一个文华东方大酒店啊。反正就我记得这两个酒店啊，是我在曼谷比较喜欢的，就常去的话，一般都住这两个酒店。还有一个是什么？可能是瑞吉吧，是新开的啊，那个就没怎么去过了。总的来讲呢，就是在曼谷呢，我是比较推崇这个领馆区和这个金融区的啊，那一块我觉得是比较好的。那住在曼谷也是的，如果就长期旅居在曼谷的话呢，就肯定会选择住在这里，因为你不管从交友啊，还是你从学习吧，或者说就比较相对来说，生活的那种品质度，对吧？然后住在那里呢，肯定是一个好的选择。因为如果你选择住在曼谷，你肯定就是想这种热闹啊、时尚啊这种城市感，那肯定住在那里是一个好的选择。就如果你住到什么曼谷那种很郊区的地方，然后你就是还要住在曼谷，那我就觉得有点就没意义了。那我也看到就好多人他会住在郊区啊，但是呢，他又就是要选择在曼谷，那我觉得这个是不划算的，因为就是说你等于你又要付曼谷的这个溢价，对吧？因为泰国便宜的地方有很多，你要付这个曼谷的溢价，然后呢，你又体验不到曼谷带来的这些好处啊。你虽然说你说坐什么地铁啊、轨道车啊，或者说你开车什么也要什么1个小时什么，但是你就也不方便了嘛，就没意思了，对吧？啊，所以呢，我觉得这个要在曼谷就选择它比较好的区域，对吧？学习也是的。那么如果你觉得孩子，你决心给他上这个国际学校的不管是英式的还是美式的，那曼谷肯定是一个最好的选择。那边的学校的品质质量都是最好的啊，这个就没有什么多讲了，对吧？就如果你选择曼谷，那么这个就是优点。缺点的话，我觉得除了价格稍微比泰国其他地方贵一点点啊，别的来看缺点不大啊，没什么缺点。除非就是你不喜欢城市生活，对吧？你像我现在，我就不喜欢城市生活了。我觉得人很多，对我来讲就是缺点。那么，所以我就不会选择曼谷啊。年轻10岁，可能30岁的时候啊，我 OK 的。我觉得白天去哪里逛逛玩玩，对吧？什么暹罗宫啊，什么看电影啊，什么晚上跑出去也到处都是不夜城是宵夜，对吧？然后什么美食都有美女多就是反正到处来的人都很多，对吧？就年轻10岁我觉得30岁这个第一选择就是曼谷啊。那么接下来呢，就讲那个华欣嘛华欣呢，其实它离曼谷呢，它就几个小时的车程不算很远，就开车过去的话。但如果你要坐火车的话，那你倒霉了，那个火车很慢的，很慢的华欣呢，就当初我去的时候，也是别人推荐我的。他们说呢，那里就是有泰国国王他们喜欢在那边有什么宫殿，在那边度假的什么地方，所以我就去了。当时还不是那么火就那个时候刚去的时候，没什么人的。然后你跑去那个市场上，也是就是空荡荡的，没什么人。那边呢也有
不少的这种度假的酒店啊，像在华欣，我印象很深的就是有一个好像4星级的酒店嘛，是喜来登啊，那个它不是在市区的啊，稍微有点偏一点点，但是还不错那个地方。那个地方呢，我觉得就是一个适合长期养老的一个地方啊。然后呢，欧美人也居多啊，就住在那里，就是那种不喜欢喧嚣生活的啊，喜欢比较静谧的那种生活的，但是又比较喜欢在海边的啊。那在那边的旅居的人，或者说在那边就是度假的人，欧美人我看到很多啊，非常多的。然后呢，那里的酒店啊，我觉得也是品质比较好，它不像那种就是曼谷的那些酒店啊，虽然也是这种大的酒店品牌，对吧？但是那个曼谷你会觉得有点商业化啊，就那个节奏感还是挺快的。但是你在那个华欣那边啊，那个节奏感就很慢，而且呢，有很多高手啊，深藏不露。我记得在泰国啊，我也大大小小的就按摩啊，做那个马杀鸡，对吧？也做了很多次了。但是在那个华欣的那个，就我前面说的那家酒店啊，那个喜来登里面那个按摩啊，那么多年了啊，我都没发现有按摩的比在那个酒店里面我遇到的那2个人按摩的好啊。那么按摩的好坏怎么来评价，对吧？首先就是我觉得，就同样的啊，如果一个人他给你按摩了2、3个小时，然后你还是没有就觉得全身非常的通畅，那么这个肯定是就他的按摩技术不能算高明，对吧？那么如果说他按摩一上手，就是他一开始给你一按摩，你就觉得啊这感觉就很舒服，特别舒服啊，那说明这种也是高手，对吧？但同时你要碰到这2者就不容易的啊。就大部分的呢，就是有的人你去按摩，你觉得啊按摩挺舒服的，但是呢，就是到1个小时或者2个小时结束了，啊，你好像觉得还是有这种难受的地方，你没有完全的松弛啊。那我为什么说那2个人是按摩的，我觉得最厉害的呢？因为首先他一上手啊，你感觉那个手法啊，其实这种手法不需要介绍的。他说什么这个是泰国手法，还是那个是中国手法，或者那个是什么美国手法，这个都不重要，重要就是他一上手能不能你一按就觉得啊很爽，是吧？那么他们一上手一按呢就很爽，然后呢，40分钟里面给你按完啊，你就觉得浑身都松弛，就像人家按了1、2个小时，你都没有的这种感觉。所以呢，这个就是高手中的高手。当然了，就价格也是比较稍微贵一点，对吧？我记得差不多是，反正人民币的话，差不多400块啊，对吧？但是这个感觉确实啊，就是我按到现在是最好的。其他的什么酒店里面我也按过，就那种你就觉得又贵啊，又好像就没那么好啊。然后呢，那边也有很多神秘的宝藏餐厅啊，有什么意大利人开的啊，法国人开的啊，然后我去吃了，我也觉得都不错啊。而且那种餐厅就节奏很慢，他们也是把那种本地的产品啊，就本地的泰国的螃蟹啊或者什么东西，反正就改良啊。你不能说它纯粹的就是什么法国、意大利的口味，但是呢，它改良完以后呢，你觉得还真不错啊，真不错，就比较有特点的啊。那边的房子呢，也相对来说也比较选择也很多啊。然后呢，公寓的品质啊，各方面我觉得也是不错的啊。那种别墅什么，也很多啊，也很多。但我那个时候因为我只看了公寓啊，因为我是想旅居嘛，对吧？我就看了公寓，所以我没有怎么看别墅啊。
学校呢，其实那边选择也是挺多的啊，比曼谷稍微少一点点，但还是挺多的。也有那种就是英美式的，就是一类的这些学校，那些老师的什么质量什么的啊，我觉得就除了曼谷，接下来应该就是华欣了啊。当然了，价格不便宜啊，它价格跟曼谷是一个标准啊，就比其他地方什么，你要如果到什么嗯其他的那些清迈啊什么就便宜点啊，但是它那边是不便宜的，但它的质量呢也是属于就是一类的啊，所以我觉得就是如果你喜欢不是那么大的城市的这种生活，又能有海边啊，并且有这种国际感的啊这种慢生活，我觉得华欣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啊。它那边还有一些什么夜市啊，那种夜市，那种不是那种看起来好像就是很多卖小吃的那种夜市啊，它是那种就感觉看起来就是高品质的，当然价格也挺贵，对吧？它那个地方定期会搞一些啊很有设计感的，看起来很摩登的那种夜市啊，那种文化，那种感觉呢，就是跟泰国那种夜市感觉还是不太一样啊。泰国那种可能就是或者其他地方的那种夜市，很多都是那种很大众化的大规模的，它那边是小规模比较精致的那种。接下来呢，我就再说一下那个苏梅岛啊。苏梅岛呢，它其实可以跟普吉岛放在一起说吧，啊，放在一起说，苏梅岛、普吉岛。苏梅岛、普吉岛呢，它其实就是一个度假的地方，对吧？就这个岛基本上都是开发成为度假的啊。那么普吉岛呢，就更大众一点，开发的时间更久一点啊。反正我之前去普吉岛，就它老的开发的那个海滩跟新开发的海滩我都去过。新开发的海滩呢，就人稍微少一点啊，就你觉得好像啊有一些那种更自在、更原始的那种感觉啊。那么老的那一块，反正就基本大家都去过的，我相信去过泰国人都去过啊。那么它呢，我觉得是属于一个就泰国的基本盘啊，就是泰国旅游基本盘，就是接待大部分的游客的地方，就是普吉岛，那就是属于本地人少啊，基本去普吉岛从事旅游业的也是各地的泰国人啊，去那边从事旅游业，对吧？反正就刚去的时候，我是觉得啊，这个地方还行，就玩玩啊，也没特别的感觉，对吧？但是后来又去了其他那些城市以后，我就再也没去过普吉岛了啊，我就再也没去过普吉岛了，并且我觉得普吉岛，就总体它的就服务的品质啊各方面，我觉得比其他那些地方相对来说要差一点，所以我就不怎么爱去普吉岛了。没办法，这个是一个就全球化的问题，就是一旦一个地方它的人多了嘛，对吧？你就是热门了，那就没办法，都会这样的。苏梅岛呢就好一点，对吧？苏梅岛那边，嗯，感觉就开辟了另外一条新的路线呢，就更精致啊，也可以说更高端、更文艺啊那样的一个度假岛吧。它也是有独立机场的啊，但是呢，就在那种感觉呢，就你觉得它本土化就差一点啊，就好像你就是在一个怎么说，就全是酒店的一个地方，在那边玩，对吧？有点像那种你去，比如说拉斯维加斯，对吧？或者说你去，反正就是差不多造了一个地方，就感觉这个地方像一个离岛、离岸的地方，然后本土文化很少，基本都是外国人，然后大家就在那边上度假呀、狂欢呀，怎么样？就是这样的一个地方啊。短期去你觉得还行，你就一眼这种高大上的感觉，对吧？就像你先去澳门，就你刚去澳门那个，你觉得都喜欢去澳门那种，就是他们叫什么，就新的那一片，对吧？全是新的酒店啊，什么你觉得高大上啊？你觉得什么？但你去久了，你就很多人还是喜欢去这种老的地方，对吧？啊，觉得有些老的街逛一逛啊什么，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区别啊。那么苏梅岛没什么问题啊，但是适合去度假
去只适合去度假。我觉得旅居可能我都不会去苏梅岛的啊。所以就是之前曾经看到那边上有卖那种新的别墅啊，什么也心动过啊，因为那时候真的好便宜，也是泳池别墅看海的，就真的很便宜啊。但是还好啊，你想想看，一去就天天那样那种生活啊，你就觉得不是特别的真实啊，好像这就是我对苏梅岛跟普吉岛的感觉啊。读书什么的，我觉得更是了，就不太会选择那种地方啊。资源也很少，因为总体上都是度假的地方嘛，对吧？接下来就说一下那个清迈吧啊。清迈呢是这么多年，差不多10年以来吧，我觉得都是，反正中国人或者说中国很多自媒体都会说一下的地方。主要呢就是清迈很便宜啊，确实清迈很便宜。那么那边呢，早期我去的时候是因为当时旅游的时候一直宣传的是什么张国荣还是邓丽君啊，对吧？就很喜欢去那边的四季酒店啊，还有就是清迈那种小城啊，那种什么寺庙啊，那种感觉慢悠悠的感觉啊。好像邓丽君的什么小城故事多，是不是讲清迈的啊？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有那首歌嘛，对吧？那么清迈给我的感觉呢，现在我觉得当然它也是非常商业化了啊。当初去的话呢，确实有很多一间一间这种度假公寓去卖的，也不贵，大概也就几十万人民币或者100来万人民币吧，对吧？我觉得那边的教育质量肯定是一般啊，说句实在的，就是一般。这个也是很多我看到那些在泰国的中国的网红啊，他们说的就教育质量一般，对吧？当然，这个是跟曼谷什么去对比的，但价钱呢却是要稍微便宜一点的啊，选择呢也不少。但是我觉得在那边如果去上国际学校的话，就像很多人说的啊，它就特别商业化，特别商业化，对吧？所以这个我觉得是要权衡啊。我觉得反正我是不太愿意去上那些国际学校。如果要上的话，那我一定就选最好的啊。如果不是最好的，我就不选啊。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一样的，就你要好像又想买一个好的又便宜点的东西，不存在的啊。好东西就是没有性价比的，它只有好。就像你不管是买什么好的相机、好的车子、好的音响、好的什么东西都一样的，就好东西它就是好，它没有性价比，它可能好一点就要价格翻一倍，对吧？有性价比的东西，说白了，就我觉得不是我的选择啊。那么度假生活呢，现在人也很多了，对吧？就早期我去那边，那个清迈的什么宁曼路啊，好像一条那种网红街，有很多店。我整体的感觉他们对待人的那种态度什么，就有的也不是特别好啊，就给我的感觉比华欣要差啊。华欣我认为它更是一个国际化的一个地方，但清迈呢，我觉得中国人很多，当然其他国家游客也很多，但是它的就给人的感觉就没有那么国际化的感觉，或者说它可能对中国人不是特别友好啊，有可能啊，有可能。反正你现在让我去度假，或者再去让我住那边的四季酒店，我可能都不太会去了啊，因为好像那种感觉就没有了。一旦这种地方人特别多了，可能就不是我的选择了啊。这个也是一个很怪的啊。那么好吧，那么说完这些地方呢，那最后我们会去什么地方呢？就如果我离开西班牙了，就那次我决定去泰国的话，我会去什么地方呢？我要选择呢，我就会去那个考爱啊。考爱可能大家没有听过啊。考爱呢跟旁边的什么帕冲啊什么是在一起的啊。那是一个也是一个就是正在发展的一个地方，但是呢它是森林
啊，它是国家公园，它是山区。虽然说它那个是山区啊，但是它那条大道造得非常好。那个大道呢，它两边呢都是别墅啊，都是那些什么游玩的地方，什么巧克力工厂啊，什么庄园啊，高尔夫球场啊，医院呢。它那个大道呢，就有点像那种什么，像那个就是日落大道啊，反正就很宽，这种很多个车道的那种大道，然后一路垂直向上啊，那种垂直向上的感觉，你就有点像那种旧金山那种垂直的那种感觉，反正就你视觉上看起来就很舒服啊。那为什么我想的是考岸呢？一个呢，就是那边基本上没什么，就是很多的这种移民的群体啊，有的也是少数的，因为它是比较静谧，喜欢静谧生活、自然生活。欧美人是比较多一点。还有呢，就是我们住在海边已经连续有10年左右了啊。就你让我再住在海边，说实话，我对这个海边我已经无感了。像泰国这些地方，我前面说的那些地方啊，你说各个方面都很好，但是有一点就是泰国是很潮湿的。这个潮湿，像我作为一个上海人啊，就中国江南人来讲，应该来说是比较喜欢就是湿的这种生活的。但是到泰国这个潮湿都受不了啊，就这个皮肤会出问题。就如果你在泰国住久了，你的这个皮肤啊，你会有各种这样皮肤的这种什么皮肤病啊那种是就潮湿，这种什么花斑癣啊、汗斑癣啊，还有就是关节啊，你会觉得关节有这种风湿的这种感觉，酸疼。那么考爱呢，它就是因为在山上嘛，所以它相对是比较干燥的啊。那个也是，就是我如果想去，我想选择那边的这个道理。而且它周围的那种什么自然公园啊、生态啊，还有就是国际学校啊，它都不缺啊。就你们反正如果想去的，你们自己可以看一看的，就是考岸你们去看一下，对吧？就我觉得比较适合像我现在的40岁，甚至如果以后啊长期住在那里，我觉得都是比较合适的。就住个10年8年，我觉得是比较好的。国际医院啊什么，这个也都很全啊。还有呢，就是华兴，就华兴它好像也是湿度整体上，它好像比别的地方要好一点。就如果要选择在海边的，那么就在华兴啊；如果要在山上的，那么就好爱。但我肯定选山上，我不会再去海边了啊。海边的话，像这个西班牙，像我住在这个白色海岸这个海边，那么它湿度其实不高的，它是偏干燥的。像我坐在这里这种日晒，这种皮肤，你都会觉得皮肤很干啊，就要抹那种很多那种防紫外线的或者补湿度的东西，不然你过一段时间你的皮肤就看起来很粗啊。还有就是像在这边的话，晚上睡觉半夜经常会被干醒啊，就喉咙啊什么的。虽然它这边也有海啊，但这个呢是很多就是地中海，就喜欢这边地中海生活的人，他们就会说这个地中海很好啊，说这个湿度啊又有海啊，是一个非常适合人生活的湿度，反正40还60吧，就这样的一个数值吧。但是因为可能我是上海人，对吧？就可能在一个有相对湿的一个地方，我可能更喜欢稍微再湿一点的地方，但是呢，就又不要特别特别的湿，对吧？所以我觉得在那个泰国的那个考爱啊，我住过一段时间，我觉得那个地方是真的非常的棒啊，然后生活也很便利，物价什么也都很好，那个地方我觉得我还会再去的啊。然后国际学校呢，我也认为那边比较好，为什么？首先那边就考岸，你上了以后上了这个
那个它那个大道以后，两边都是别墅啊，就基本上也都是住在那边就有一定经济实力的人，然后这个居住密度也是比较分散的啊，那它的人口就不会很多，所以它这个学校里面，就不会有特别特别多的，就是人去，对吧？我看到有些博主在那个清迈说啊，现在的什么国际学校很多都是中国孩子来了好多好多，什么一半以上都是中国孩子。他说，就像再回到国内去读书一样。那你这个就是我觉得就不太好，对吧？因为你本来就希望有一个国际性的交流的环境给孩子嘛。那如果全是就是中国孩子，对吧？优点就是你能够又是大家一起能在一起玩了，对吧？就更多的族人在一起玩，对吧？但缺点就是你这个孩子国际化的问题，就跟你想的去读国际学校初中的问题就可能会不一样，对吧？但是呢，对于我觉得大部分的人去泰国，他肯定会选择去海边的，对吧？因为他觉得就像我当初一样啊，我就觉得哎呀，到海边生活很好，什么，对吧？但住了啊10年8年以后，你也会觉得就是海边就好像一天就是看这个海，对吧？我们这边还算是从海上能看到一些山啊，但还是感觉啊，就我现在就更喜欢住在山里面啊，那种幽静，看那种湖泊，对吧？或者爬山啊，这种感觉。好吧，那今天就先分享到这里啊，大家有什么观点也可以跟我一起互动啊，谢谢，祝大家这个假日愉快。